普通人不小心流落荒岛，要如何才能生存下去？大家好，我是小林哥，一个野外求生爱好者。我曾挑战过各种地形荒野求生，这一次我要挑战荒岛独居40天。为了追求最真实的荒岛求生，我没有携带任何工具、食物、水源以及火种，一切的生存资源全部靠双手获取。我只带了摄像机和充电设备，这些将记录我在这个荒岛上生存的过程。哎呀，整个人白的不行。这次我要去的是苏门答腊岛以东的一个小荒岛。这座岛屿位于赤道附近，一年四季都很炎热，长时间生存，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小岛位置偏远，我们要坐船2个半小时才能到达。你看我跟船长的这个肤色，过一段时间我就可能跟船长一样。这个地方我之前来过一次，不过只在这里待了10天。这一次我准备在这里待40天。他们都回去了，接下来我就可以放飞自我了。看一下，这是我带的装备，是我带的一个防雨布，盖装备的，不是打庇护所用的。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次我所携带的物品：无人机、电池。相机电池，然后这个是那个红外相机，拍动物用的。这边是充电宝，还有一个应急头灯。这个是应急用品，一个卫星电话，一个医疗包，然后这个是数据线啊、充电仓什么的。这是一块60瓦的大太阳能充电板，然后这个就是我的主相机了，这个是我的运动相机。当然，这次我还带了一个电子秤，用于记录我的体重。来称一下体重。这是上岛时的体重，我现在身上没有带任何的杂物，就一条裤子。151，我看40天后能瘦多少？这太久没有来荒岛了，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。我不知道40天后会怎么样。人还正常吧，在这里。别想那么多了，来都来了，好好的感受这份孤独与宁静吧。今天这个太阳这么大，我可以准备一点生火的材料，先晒着，等下找到合适的营地，我就可以生火了。走吧，还是先看看这个岛，兴许有什么变化。这个岛上还是那么多垃圾，你看这个竹子，一堆一堆的飘上来。哇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这么大一捆线，这什么线都有。后面用绳子可以来这里取一点，哇，真的太好了。哇，这不就是一个天然的床吗？太棒了！哇！这也太壮观了，这一片，我的妈呀，跟成精了似的，长在海里面。下雨了，下雨了，哎呦，这都还没住下来，雨就下成这个样子。哎，甜的。这个雨小了，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算了，这个岛就不逛了，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扎下来。这个塑料布刚才我就看到了，捡起来用。兜一兜这个沙子，哎，不对，这是从国内飘过来的呀，这，哦你妈，这么紧啊，卡的，这长什么玩意儿的，黑乎乎的，怎么飘这么多过来呀？这些塑料袋都够我盖一个很大的庇护所了。就打算在这搞个临时庇护所先住着了。很快就要天黑了，而且这个季节时不时的还来一场雨，所以我得赶紧搭建一个临时落脚点。这个压一下，只要晚上不刮很大的风，就不会被刮跑。哎呀，这儿还有一块。哎，行，这搭得很平整。哎呀，只要不下暴雨，就不会淋雨。挺好，这个椰子是从上面掉下来的，这已经干枯了，但是这个水还是可以喝的。啊！哎，哎呀！
我又活过来了，哈哈哈哈！这个天黑了，天上好多蝙蝠啊，而这个蝙蝠特别大，哎，要是能搞一只下来就好了。啊，补充好水分，这庇护所也有的，看样子这个第一晚还行。哎，昨天晚上倒是没下雨，睡得还可以。唯一恼火的就是这个小虫子特别多，特别咬。在海南那边，他们把这种小虫子叫做槟榔虫，特别刺挠。我身上呢也会留下一些痕迹，就这种。大满潮呀，都快淹到我的庇护所了。潮水太高，我就只有静静的等着，等退潮一点，再去寻找一个好一点的地方搭建庇护所。这个地方靠海近，湿气重，住着难受。等待的这个过程我也没有闲着，考虑到后面取火还缺火绒，于是我到后面空地拔了一点很细的草，晒干备用。我靠，什么玩意儿啊！我靠，我不知道薅到什么了。这样铺开给它晒一下，1个小时就能晒干，下午就能用了。潮水退了一些，现在去看看之前搭的庇护所怎么样了。哎，这么久没来，不知道有没有垮。热死了，热死了！这个庇护所还是要搭在阴凉的地方才行啊。物是人非啊！还记得这个地方不？看这些瓶子，还是我之前捡过来的。我决定还是住这里吧，这个地方挺好的，挺通透。简单的清理了一下，现在去搬一根横梁，然后就可以搭庇护所了。好沉啊，这个竹子。OK。好了，这个框架大功告成。这庇护所还是蛮大的，毕竟要在这里待那么久，所以说我想把它搭得好一点，这样自己住起来也舒服。哎呀！哇，好。哦，全是椰子油。吃起来有点腻人。补充好能量，现在去把床和我的雨布都搬过来。这桶还不错，带回去装水。哎呀！将棍子竖着给它压一下，防止被风刮跑就行了。蝎子一只，哈哈哈，好小。看看这玩意儿，哦，还可以，甜丝丝的吃着。大功告成，这个庇护所我盖得特别好。这下面我铺了一层椰子叶，作为一个支撑的作用，防止这个塑料篷布兜水。这个防雨级别是真的拉满了的。拎包入住，拎包入住。要放着。渴得不行，去开个椰子喝一下，准备取火，不然晚上又得被虫子咬。怎么全是烂的？这么一大片，一个好的都没有，好的全在树上。可是这个树太高了，实在是。
这摔下来可能直接就没了，我可不想摔死在这里。哇靠，这啃得干干净净啊，被老鼠。哎，这个好的。哎，还是之前的这个老桩好用。这昨天晒的竹子应该够干了吧？这个引火的准备好，给它绑一下，稳固一点，不然等一下是松散的。出火孔就开在这里。不知道这个是晃动太大了，还是这个竹子不够干的原因啊？累死我了，好难搞啊！搞了4次都没搞着，我不知道这是不够干的原因呢，还是我体能跟不上了。这冒出那么大的烟，都没能着火，今天就不搞了。把这个材料收起来，没有漏水，明天再晒一下，应该是可以的吧。趁着现在天色还没暗下来，去海里面游一游，凉快凉快。哇，好漂亮啊！这个晚霞，太凉快了。啊，太凉快了！泡完澡整个人都舒服了，感觉得到了缓解。睡着吧，希望这里的蚊子温柔一点，别挠咬我啊！还有你们也安静一点，别吵我睡觉好吗？早上好呀。要不是有这个防雨布盖着一下，我不知道被咬成什么样。这没有火堆是真不行啊。哎呀，浑身是包，这些，还有手臂上，看我这腿被咬成什么样子，这个熙熙攘攘的全是包。之前也没那么多蚊子，应该是那个季节雨水不多吧。这个季节雨水比较多一点。哎呦，有水！这里面也有很多水分。我看今天天气挺好的，等一下我来个取火的材料，再晒一晒，应该没有问题。这么大的太阳，应该很快就能干了。多晒一会儿吧，争取一次就着。就在避火所歇着，保存体能。现在外面太阳那么大，肯定能晒得很干。暴晒了4个多小时，怎么也得够干了吧？一切准备就绪，所有的材料都准备好了，试一把，看能不能撑。哈哈哈！啊，一点点，就差一点点，这个已经烧得很黑了。再来一发。
像你还不着，累死我了，真的累死我了。着了已经，一直在冒烟，看到没？我靠，好脆弱的火龙啊！哦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哦！有火了！这晒干了是好用啊，只用了3次，昨天肯定是不干。行啊，有了火堆，我在这里的日子肯定好过得多。但是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。